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丁海燕老师，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今天我们讲解变量的生存期与变量的存储方式。有的变量在程序运行的整个过程都是存在的，而有的变量则是在调用其所在的函数时才临时分配存储单元，而在函数调用结束后，该存储单元就马上释放了，变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变量的存储有两种方式：动态存储方式与静态存储方式。从变量的作用域的角度来观察，变量可以分为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从变量值存在的时间及生存期观察，变量的存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静态存储方式和动态存储方式。静态存储方式是指在程序运行期间由系统分配固定的存储空间的方式。动态存储方式是指在程序运行期间根据需要进行动态的分配存储空间的方式。内存中供用户使用的存储空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程序区；二、静态存储区；三、动态存储区。数据分别存放在静态存储区和动态存储区。全局变量全部存放在静态存储区中，在程序开始执行时给全局变量分配存储区，程序执行完毕就释放。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占据固定的存储单元，而不是动态的进行分配和释放。在动态存储区中存储以下数据：一、函数形式参数；二、函数中定义的没有用关键字 static 声明的变量；三、函数调用时的现场保护和返回地址等。动态存储区中的数据在函数调用开始时分配动态存储空间，函数结束时释放这些空间。分配和释放是动态的，如果在一个程序中两次调用同一函数，而在此函数中定义了局部变量，在两次调用时分配给这些局部变量的存储空间的地址可能是不相同的。每一个变量和函数都有两个属性：数据类型和数据的存储类别。数据类型如整型、浮点型等。存储类别指的是数据在内存中存储的方式，如静态存储和动态存储。存储类别包括自动的 alter、静态的 static、寄存器的 register、外部的 extern。根据变量的存储类别，可以知道变量的作用域和生存期。局部变量的存储类别有哪几种呢？一、自动变量，也叫 alter 变量。局部变量如果不专门声明存储类别，都是动态的分配存储空间。调用函数时，系统会给局部变量分配存储空间，调用结束时就自动释放空间，因此这类局部变量称为自动变量。自动变量用关键字 alter 做存储类别的声明。例如 alter int b c 复制3， alter 可以省略不写，不写 alter 隐含指定变量为自动存储类别，它属于动态存储方式。程序中大多数变量属于自动变量。二、静态局部变量 static 局部变量。希望函数中的局部变量在函数调用结束后不消失而继续保留原值，及其占用的存储单元不释放。在下一次再调用该函数时，该变量已有值，就是上一次函数调用结束时的值。这时就应该指定该局部变量为静态局部变量，用关键字 static 进行声明。下面来看例 7.16， 考察静态局部变量的值。int f int 声明函数 f，
在for循环当中，输出 fa 的值，也是调用函数 fa。f 函数定义如下 ：alter int b 赋值0 ，static int c 赋值3。b 呢是自动变量 ，c 是静态变量。b 赋值 b 加1 ，c 赋值 c 加1，返回 a 加 b 加 c。3次调用 fa， 每调用一次，开辟新 a 和 b， 但 c 不是。程序运行结果为7、8、9。下面来看例 7.17， 输出1到5的阶乘值。解题思路：可以编一个函数用来进行连乘，如第一次调用时进行1乘1，第二次调用时再乘以2，第三次调用时再乘以3，依此规律进行下去。程序如下 ：int fac int i for i 从1 i 小于等于5 i 加加，输出 fact i。fac 函数定义如下 ：static int f 赋值1，定义静态变量 f 并赋值1，f 赋值 f 乘 n， 用 f 保存累积的结果 ，return f， 最后输出1到5的阶乘，如下所示。3. 寄存器变量 register 变量。一般情况下，变量包括静态存储方式和动态存储方式的值是存放在内存中的。静态变量允许将局部变量的值放在 CPU 中的寄存器中。现在的计算机能够识别使用频繁的变量，从而自动地将这些变量放在寄存器中，而不需要程序设计者设定。好了，同学们，变量的生存期与局部变量的存储方式我们就学到这儿，下节课再见。